小贱人，竟敢害死陛下！来人，将他们通通拿下，打入天牢！娘娘饶命，民女什么都没做。皇后娘娘好手段，陛下刚驾崩，您就着急给我们递上罪名，看来这真正的凶手是您吧？你这个小贱人倒是聪明，可惜呀，再聪明又如何？那死人是不会说话的。等本宫处置了你们，再改了传位诏书，到时候这江山可都是我皇儿的了。来人，快把这些害死我父皇的贱人统统拿下，打入天牢！此事这还没死呢，你带着老三和禁军冲进来，是想坏了朕的好事吗？朕不过就是睡了一觉，你们就要翻天了。我穿越了，穿越到了历史上10大昏君之首大前正宗皇帝秦风头上了。史书上说，这老东西登基以来横征暴敛，吃喝嫖赌，怎么折腾百姓怎么来，最后死在了女人肚皮上。历史上，这个老昏君暴毙之后，孙皇后会矫诏赐死太子，可没想到太子会杀回京城，血洗皇宫，而我这个老昏君也会被自己的亲儿子拉出来鞭尸，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呀！母后，这老东西活着又如何？咱们的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后宫，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你们好大的狗胆！逆子持剑带兵闯入后宫，怎么是想弑父篡位吗？母后，这个成天沉迷酒色的老东西，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惊天气魄？我自幼研读帝王之术，此刻竟从这老头身上看到了真龙的影子。这老头不是昏聩了40年，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老昏君吗？陛下，臣妾与皇儿只是担心陛下，绝无他意啊。既然绝无他意，那还不给朕滚！还不滚！完了，一般人穿越皇帝，3宫6院大权在握，绝对爽死。可我穿越的却是个70岁的老昏君。历史上，孙皇后和丞相勾结，架空了我的权利，太子也把我当成了一个仇人。这皇帝当的，随时的嗝屁呀！检测到宿主身份，3宫6院系统激活，只要获得妃子好感，即可获得寿命奖励及各种神级奖励。童子，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只要获得妃子好感，即可获得寿命奖励及各种神级奖励。我虽然现在老点儿，但怎么说也是个皇帝，要想攻略3宫6院这些美人，那还不是手到擒来？3位爱妃都别害怕。看来这个老王八坏的是有口皆碑啊！陛下饶命，民女什么都没做，求您不要杀民女。怪不得这小丫头吓哭了。史书上说，老东西每次一笑，就是要杀人的前兆。哎，别怕别怕，小丫头快起来。
那个，今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大家都累了，都各自回寝宫休息吧。父亲说，皇上每晚都要三女共浴，今晚怎么转性了？而且他看起来还挺和善的，不像是动不动就杀人的暴君啊。这老昏君到底想干什么？我怎么猜不透？反倒有种被他看穿的感觉。老东西，算你走运，等我找到好时机再来杀你。哎，这怎么办？怎么办呀？这史书上可说了，这3个女人可没有一个简单的。苏婉容，罪臣之女，她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才进宫的，也明许前朝公主时刻有一颗复国之心呢。拓跋玉儿就更不用说了，那这是蛮族派来的刺客。哎，这后2个女人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要想刷好感度的话，还得从最简单的苏婉容身上下手。哎，只要放了苏婉容的父亲，要收服这丫头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先把他老爹死罪赦免了再说。陛下，陛下，午时将至，马上就要对苏大人问斩了。刑部那边请您过去观刑呢。什么？马上就要斩了？回禀陛下，是的，午时马上就要到了。完了！要是苏婉容的老爹被砍了头，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那还怎么从他身上赚好感度续命啊？快，百家刑场，就算用废也要给朕废过去。是。赵大人，求求您，能不能缓一缓再行刑？也许我能求到陛下的恩典，赦免我父亲。苏婉容，你别做梦了。你既没有被封为皇妃，昨日也不见陛下有多宠幸你，哪儿来的恩典？可是，婉容，站起来，别再求那个奸臣了。爹的这个脑袋是那个昏君亲自下旨斩的，你求谁都没用。爹，不是的，昨晚女儿侍奉陛下，感觉陛下不像传闻中那样暴力，反倒和蔼可亲。傻丫头，你才见过他一面，爹侍奉了他40年。那个昏君残暴不仁，喜怒无常，他什么样子你爹最清楚了。你快走，离开京城，千万别让那个昏君再糟践你了。事到临头还敢毁谤陛下，来人，行刑！住手！陛下，您怎么亲自过来了？哦，臣明白了。苏长卿临死之前还在辱骂君父，您是觉得斩首是太便宜他了？苏长卿大逆不道，臣恳请陛下下旨夷灭苏家3族，连这个苏婉容也一起杀了，以示正清。蠢货，给朕把人放！你聋了吗？朕说苏长卿无罪，立刻马上放人。苏大人，就这样放了我？爹，你看，我就说陛下不是您口中的昏君，他一定是知道您是忠臣，专门跑出宫来救您的。他专门来救我的？那当初是谁把我下的狱？这老昏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丞相千叮万嘱，一定要借机会除掉苏长卿这个清流领袖，才能彻底掌控文官集团，绝不能让他翻身。陛下，斩立决的旨意是您亲自下的，均无戏言。您现在出尔反尔，莫不是刚睡醒，脑子糊涂了？你说什么？既然圣旨已下，行刑之事又是丞相亲自过问，就算您要翻案也来不及。不准放人，给我斩！好啊，敢
拿丞相压阵，到底朕是皇帝还是他是皇帝？我看谁敢动！陛下，苏长卿罪名已定，3司过审，您现在随口一说，恐怕做不得数。你是说朕的话做不得数？不错。陛下，我是丞相的人，你竟然要杀我！朕乃天子，生杀予夺尽在掌中。别说你是丞相的人，就算你是天王老子的人，朕也照杀不误。苏长卿，即刻起，你官复原职，并兼任刑部尚书。你们说，朕的话做不作数？谢陛下救命之恩，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怎么回事啊？老臣糊涂了。爱卿，快快请起。过去的40年，朕活得太荒唐，导致朝政腐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如今，朕只想做一个明君，庇护朕的子民，弥补过去的孽债。改过自新？你到这把年纪了，甚至被酒色掏空了身体，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都不一定。现在想装明君，晚了点吧？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陛下既有此心，上天必会庇佑，帮他长命百岁。你这傻丫头，才被救了1次，就被这老昏君洗脑了。不管怎么样，他确实留了我一命。若是真能改过自新，也算是江山社稷之福啊！恭喜宿主获得罪臣之女苏婉容的好感，好感度加30，奖励寿命加20年，一家子纯阳功力，宿主晋升5道大宗师。我怎么感觉陛下瞬间年轻了几十岁？之前还觉得被老头子宠幸是屈辱，怎么现在看着他，竟觉得这种成熟男人的王者之气好迷人啊！这老昏君怎么气势变了？刚刚还垂垂老矣，现在如日中天。他若能浪子回头，我一定舍身报君恩。老臣苏长卿叩谢陛下，愿为陛下肝脑涂地。爱卿，起来吧。这就是宗师之力。我现在的力量，就算把皇宫掀了都不带喘的。年轻的感觉真好啊！哎，爱妃，没事吧？陛下，甜吗？甜，但没爱妃甜。对啊，爱妃，把你的胭脂水粉都给朕拿来呗。是臣妾的妆花了吗？陛下恕罪，臣妾马上去补妆。哎，是朕想让你给朕化一个妆，最好给朕化的老一些，看起来马山妖艳气那样。可是陛下明明变得年轻英武了，为何要变回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朕现在的身份是个老昏君，这种老态就是朕最好的伪装。毕竟，朕的敌人可还虎视眈眈呢。好，爱妃，朕看一看。不错，敌人虎视眈眈，想要坐稳皇位，必须得增加底牌。罪臣之女苏婉容算是拿下了，接下来就该轮到那个亡国公主叶明雪和那朵带刺的野玫瑰拓跋玉儿了。这个昏君，竟敢杀我的人，还想扶持苏长卿那个又臭又硬的老东西跟我作对。这老不死的，昨晚好像鬼上身一样，感觉变了个人。再这么让他折腾下去，咱们的计划全得乱。要不，今晚我就带兵
杀尽火骨。万万不可！此时动手，必定会背上弑君弑父的罪名。好在本相早有准备，我跟蛮族那边有过交易，蛮族狼王在宫中安排了杀手，本相可以随意调遣。今夜动手，刺杀昏君。终于等到这一刻了，昏君，受死吧！皇上，请翻牌子。有点意思。玉贵人，拓跋玉儿是丞相和蛮族狼王安插在宫里的蛮族刺客，这是迫不及待想让朕死在女人肚皮上呀。就玉贵人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朕听说这个玉贵人是一个带刺的野玫瑰，今晚朕就会亲手拔了她的刺，摘下这朵玫瑰。是陛下吗？臣妾正在沐浴，陛下可要一起？鸳鸯浴，朕最喜欢了。陛下，快来呀！爱妃这朵野玫瑰果然美艳动人，可惜呀，就是浑身带刺儿，容易扎手。陛下真会说笑，臣妾哪来的刺啊？比如你两腿之间藏的那把玄铁匕首。他看穿了，不管了，先下手为强。老狗，受死！这怎么可能？连玄铁匕首都刺不进，难道你已达到宗师境界，今生不换？恭喜你答对了，奖励就是朕的宠幸。放开我，你这老昏君！没想到你已经藏得这么深。爱妃藏的也不浅呢，今晚正好试试爱妃的深浅。狼王，对不起，女儿要失身给这老昏君了，女儿不干净了。哎，行了，别哭了，朕就是吓吓你，就你这样的胆量，还敢来行刺朕？你不杀我，也不对我那个。有刺客，保护陛下！快放箭！这老昏君竟然为了救我，用自己的身体挡在我前面。快点！陛下，你没事吧？臣刚刚看见了刺客。刺客？朕和玉贵人正在鸳鸯戏水，哪来的刺客？可是刚才你喊的护驾，却命人放箭。怎么，你是要把朕和爱妃都射杀吗？臣不敢，臣只是在这情急之下想诛杀刺客而已。还敢狡辩！此人欺君罔上，按律当斩！来人，把他给朕砍了！陛下，臣是丞相亲命的禁军统领，谁敢动我？皇家护卫吃的是皇家饭，端的是皇家碗，要是成了别人的刀，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老昏君，你是皇帝又如何？当今朝政尽数落在丞相之手，你已经被架空了。若还不知好歹，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小心！老东西，你竟然一直在藏拙！朕的底牌也是你能想象的。别说灭了你这只蝼蚁，就算是再来100个，朕也一只手指头捏死的事。都给我听好了，谁把他杀了，
谁就是新的禁军统领，否则统一按谋逆罪论处，株连九族。臣愿为陛下效死。臣等愿为陛下效死。很好，从今以后，你便是新的禁军统领。记住了，以后这宫里有任何不忠于朕的脏东西，都要用血帮朕给清洗干净。臣万死不辞。退下吧。是。好霸气！比起草原上只知道蛮力的狼王，这个掌控生杀大权的男人，竟更让人心动。拓跋玉儿，你在想什么呢？他可是你要杀的老昏君，你怎么……爱妃，凡人的苍蝇没了，咱们继续。你知道我是谁了，对不对？你再前进一步，我真的会杀了你。你舍得吗？我可是狼王的女人，你就不怕漠北因此灭了你大钱？朕睡的就是狼王的女人，她要敢来，谁灭了谁还不一定呢。爱妃好好休息，这几日就不要勉强下地了，不然伤口不好愈合。本以为狼王就是这世间最野性霸气的男人，没想到这老昏君竟然是男人中的男人。这他还是上了年纪，要是他年轻的时候，只怕昨晚命都没了。恭喜宿主获得野玫瑰拓跋玉儿的好感，好感度加20，奖励寿命加10年，玄甲兵符，可召唤8000玄甲铁骑。玄甲铁骑，那可是当年随大秦太祖横扫天下的王牌重骑兵，羽翼敌万都不在话下。参见陛下，8000玄甲铁骑已集结完毕，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等必定为您横扫天下，死而后已。很好，有了这8000铁骑，别说这小小皇宫，就算是整个大秦，朕也有实力横扫了。没想到这老东西竟然暗藏宗师实力。殿下莫慌，那个老昏君已经70岁了，气血衰败，行将就木。就算他是大宗师，光凭这老朽残躯，他能杀几个人呢？那倒也是。况且御林军3000精锐，尽在你我掌控之中。明日早朝就是他的死期。如果这老棺材瓤子不肯体面，那我们就帮他体面。你是说，这老昏君今晚遭遇刺杀，竟还展现出了宗师的实力，还抵挡了万箭齐发？千真万确，恐怕这狗皇帝手里还有别的底牌。没用的。公主何出此言？个人无用，影响不了大局。如今丞相与三皇子手握3000御林军，京城兵力尽在掌中。双方要是撕破了脸皮，那么明日必会兵变逼宫。老皇帝手里没权，多半是待宰的羔羊罢了。最关键的是，秦风那个老昏君太老了，人生70古来稀。就算他是大宗师，那也无法逆天，返老还童。公主英明，传令下去，让我们潜伏在京城的5000精兵做好准备。只要明天皇宫一乱，我们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乱拿下京城，光复我大渊江山。末将参见陛下，8000玄甲铁骑已在城外集结完毕，随时可以杀入皇城，绞杀叛逆。当年太祖靠你们横扫天下，如今
朕用你们8000精骑去对付几个逆贼，倒是有些高射炮打蚊子了。陛下有何吩咐？先不着急发动，明日早朝，朕要给那些乱臣贼子一个天大的惊喜。这儿下一点。对，把朕画得再憔悴一些，让朕看起来就随时会嗝屁那样啊！陛下，你明明有这么多底牌，为何还要再示弱呢？哎，底牌亮太早，怎能让那些小丑跳脚呢？朕要的就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朕再随手捏死他们，那才快乐。陛下圣明，臣妾越来越崇拜陛下了。陛下，这里不是寝宫。天下都是朕的，是不是寝宫又何妨呀？陛下，大前如今内忧外患，都是因为您40年来昏庸无道导致的。老臣今日斗胆，替您下罪己诏。大前皇帝秦风自继位以来，强抢民女，横征暴敛，宠信奸佞，无恶不作，桩桩件件，人神共愤。老臣恳请陛下顺应天意，退位让贤。退位让贤。你们这帮胆大妄为的乱臣贼子，竟敢逼宫！若朕不退呢？陛下，莫要自误。你今天要是不退位的话，日后的史书就会写您作孽太重，遭遇天罚，今日暴毙而亡。放肆！赵渊，你身为丞相，犯上作乱，逼宫谋反，按律当诛9族。来人，把这逆贼给朕拿下！是。哎呀，陛下，就凭这几个人，你也想翻盘吗？你睁开眼好好看看，这满朝文武百臣都是臣的门生，这天下百姓都盼着你死。你多活1天，对大前的作孽就重1分，何苦呢？陛下，您就听一句丞相的劝吧，主动退位，臣妾还能保您一个太上皇的体面，安享晚年。孙氏，你和赵渊狼狈为奸，祸乱宫闱，还有脸跟朕说体面？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朕拿下！谁敢动我母后？来人！父皇，儿臣奉劝您一句，马上书写退位诏书，否则今日这太和殿上怕是要溅您的血了。好啊，终于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可惜呀，就凭你们这些杂碎，还拦不住朕。怕什么？他就一个人。朕虽然只有1个人，却是无敌宗师。你有再多人，朕也弹指可毙。老头子，你都70多了，你以为就凭你是大宗师修为，就能杀光我的人？你的体力能撑多久？杀10个、100个？儿臣有3000兵马，一人1刀就能将你乱刀分尸。陛下，您老了，瞎折腾什么呀？让位给年轻人吧。没错。您整整享受了40年的荣华富贵，您这一辈子活得也够值的了啊！为什么要逆天而行，自取灭亡呢？因为朕当了一辈子昏君，在这风烛残年之际，朕想拨乱反正，还大前江山一个朗朗乾坤。从今日起，朕要做一个明君。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君，老不死的，你都快进棺材了，还做明君？我看你做梦还差不多。我说陛下，您在说这话之前，您不觉得可笑吗？做明君之前，我劝您好好看看您这40年造的孽吧。史官，在，把史书拿过来。听好了，大业3年，黄河决堤，灾民百万，死伤无数，皆因你不修水利。大业7年，江南大旱，鱼米之乡沦落到一子而食，国库却掏不出1粒米赈灾。大业12年，为了修你这老石子的宫殿，加征7成重税。这些年，富庶之地，家家吃土；边荒之地，人人逃难呐。朕的确有过，有过。你是有罪，罪无可恕。你再为这40年所作所为罄竹难书，堪称千古昏君之首啊！如果今日你能够退位让贤，将来史书上的骂名，兴许可以少写那么几句。朕做了40年昏君，这点朕认，但朕是昏，不是瞎。大业3年，水利失修，是因你丞相举荐的河道总督贪没了100万两修缮款。大业7年，赈灾不力，是你和孙氏内外勾结，把2000万袋赈灾粮卖给了漠北狼族中饱私囊。大业12年，修缮宫殿，修缮至今也未修缮完成，倒是你和户部尚书赚得盆满钵满，家里的金银比这池中的假山都高了吧？史书是由胜利者书写，但真相朕记得清清楚楚。朕是有罪，但朕最大的罪过就是信了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豺狼。若是给朕时间，朕必然能扫清朝堂积弊，还大钱百姓一个朗朗乾坤。这老昏君倒是有几分帝王魄力，只可惜他老了，就算认错悔改也晚了。老昏君，你好好看看，你刚才放的那些屁，有一个人听吗？文武百官，谁会为当今你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昏君站台的？还有我。老臣苏长卿，愿信陛下一回，恳请陛下莫要让真正的忠臣义士失望。苏长卿，你他妈疯了还是傻了？昨天这个老东西还想杀了你，你现在就给他站台！你，陛下要杀我，还不是你构陷谗言，污蔑忠良吗？他这40年昏聩无能，有目共睹啊！人之将死，再说要悔改，你竟然信他！我看你这圣贤书啊，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圣贤教诲，微言大义，无非是忠君爱国4个字。如今陛下幡然悔过，欲有改过之意，老臣自当辅佐。哼，我不辅佐陛下，难道要辅佐你这个祸乱朝堂、秽乱后宫的奸佞小人吗？闭嘴！赵渊，你看清了，只要朕真心悔过，有的是忠臣良将愿意辅佐朕。倒是你们这些跳梁小丑，还不束手就擒？束手就擒？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呢？把人带进来！
莲蓉，你这个卑鄙小人，竟然敢在我的水里下毒！你这个贱女人，你本是狼王的女人，让你刺杀昏君，你他妈到站他那边了你！草原的母狼只会臣服于真正的强者。这个男人，他征服了我。你呢？你是不是忘了，就是他亲自下旨要杀你爹？现在想以身试贼，你恬不知耻，臭不要脸！我呸！陛下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昏君，他一定能成为振兴天下、救苦救难的明君。能侍奉他，是我的荣幸。这老东西，连他的2个爱妃都救不了。住手！父皇，我劝你现在马上调走皇家护卫，然后乖乖束手就擒，否则儿臣今日就在这朝堂之上替你好好玩一玩您的爱妃了。皇家护卫，退下！放开朕的爱妃，否则朕让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父皇，你吓唬谁呢？我看是你这个老掉牙的老东西，才是死到临头了。陛下，你冲冠一怒为红颜，老臣佩服。只可惜你已经输了。不过你放心，三皇子年轻力壮，他的体力精力都比你强很多。日后他肯定会替你好好宠幸这些女人的。我劝你今日乖乖退位让贤，让三皇子执掌大前江山。给我杀！是。陛下！结束了，这老昏君大势已去，只要等三皇子动手杀了他，我们就立刻调动伏兵，杀了皇宫。是。父皇，你这把老骨头早晚都得死，不如现在就让儿臣送你上路，动手！是谁说朕早晚都得死？睁大你们的狗眼，给朕看清楚了！朕天命加身，万寿无疆，95之尊，舍我其谁？这才是陛下的真容，英姿勃发，傲立不群，能侍奉这样的君王，宛如此生无憾。他变年轻了，这下我晚上岂不是要遭更重的罪了？这老昏君返老还童了，竟有如此英雄之姿，那我复国岂不是无望了？天有大潜，陛下返老还童，乃是社稷之福，万民之幸。老臣叩见陛下，叩见陛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这个老昏君，半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你怎么能变得这么年轻呢？你不是秦风，你是假的。对，我真正的父皇已经70多岁了，你这30出头的模样，一定是不知哪里来的方氏妖人，易容顶替。朕就是秦风，上苍怜悯我大前子民，给了朕重新来过的机会，朕定要把握住，弥补过错，在3年内要让我大前人人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明明是冒牌货，还在这大言不惭！诸位，此人冒充圣上，大逆不道，其罪当诛啊！你们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拿下！还不快拿下这个妖人！他根本不是我的父皇。胜负已分，你觉得他们还会听你的吗？谁说胜负已分？就算你杀了我们，假的终究是假的。哼！假皇帝代替真皇帝的丑闻一旦传言出去，必将动摇国本。除非你能证明你是真皇帝，要不然你动不了我们。聒噪！陛下，稍等片刻，
老臣有话要说。赵渊，他虽是乱臣贼子，但他的话很有道理。您的身份真假，非同小可。今日宫边人多眼杂，若不能证明您身份正统，恐怕民间会流言四起，动摇您的统治根基，进而影响我大秦江山呐。确实有疑问，但朕乃天子，毋庸置疑。这些文武百官都可以为朕作证。光凭一张嘴证明不了真假，除非你能拔出大秦国之重器屠龙剑，才能让本相、让文武百官、让天下百姓心服口服。赵渊，你简直卑鄙无耻！苏大人，你害怕什么呀？哼，皇上还没说话呢。你若不敢拔剑，那证明你就是个冒充皇帝、鱼目混珠的冒牌货。爹，这屠龙剑究竟是什么来历？为何赵渊一脸拿定陛下的模样啊？那屠龙剑乃是太祖皇帝遗留的神兵，非皇室血脉不能拔除。除此之外，要拔剑还有另一个苛刻的要求：神剑有灵，只有被神剑认可的明君才能拔剑出鞘。赵渊这个老狐狸好算计啊！当年老皇帝继位时，就曾尝试拔出此剑，却未能成功。如今只因为他本人本身就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如今40年过去，秦风他也只是有增无减，看来更难拔出此剑了。你要是不敢拔剑，那就乖乖认输好了。谁说朕不敢？过去那个老东西是昏君，自然无法拔剑。但从今日起，这个大秦天下由我秦风掌控，我有这个信心，更有这个决心，为大秦重铸基业，拯救千古明君。来人，取屠龙剑来！你若拔不出此剑，那就说明你没有皇室血脉，更不是真皇帝。到时候会以欺君之罪凌迟处死。朕若拔得出呢？我等任你处置。好，朕若拔得出此剑，你、孙氏还有三皇子，以及你们身后的所有同党，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诛九族！全部诛九族！义父，这老东西有宗师修为，他不会用武力强行拔剑吧？哎呀，放心吧，哈哈，神剑之所以是神剑，那是因为它灵性非凡，不是凡俗武力所能撼动的。别说这个老昏君区宗师了，就算他拥有太祖皇帝的武神之力，也根本拔不出来。除了皇室血脉，更重要的是明君心性。他昏聩了40年，几句豪言壮语，就岂能骗得过神剑？做梦！只有真正的明君，才有资格拔剑。拔不出来吧？假的就是假的，你就是冒牌货！都看到了吧？这个妖人竟敢冒充我父皇，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把他打进天牢！同党一并抓起来！太祖在上，秦风愿以余生为代价，燃烧自己，不仅要扫清奸逆，弥补过错，更要带领大秦超越您当年的盛世，北逐蛮族，西定诸国，建立万世不拔之计。还在那装神弄鬼干什么？你拔不出来，你就是假的！老东西，屠龙神剑天下无双，唯有皇族血脉、旷世明君才能拔。你要是能拔得起来，我今天就把这大秦的珠子给吃了！开！朕乃真命天子，我大秦的江山只有朕能够重铸荣光。这就是
模样吗？他不仅救了父亲，还要救这天下。能做他的妃子，是我苏婉容几世修来的福分。完了，这老昏君，啊不，这皇帝藏得太深了，连屠龙剑都认可他。漠北若是再敢进犯，怕是要被灭族。看来我得好好伺候他，吹吹枕边风，才能保住漠北郎庭。他竟然真的拔剑了，有如此气魄和实力，若是让他做皇帝，或许大千百姓真能过上好日子。复国真的是对的选择吗？叶明雪，你在想什么？他可是你的仇人，我怎么能心软呢？陛下万岁！陛下万岁！陛下万岁！神剑出鞘，天命所归，这是上苍认可的千古明君之兆啊！不可能，这把剑一定是瞎了，他怎么会认可一个昏聩了40年的昏君呢？我不信，不信！朕乃天子，上苍都认可了，你信不信又如何？御前侍卫何在？把这些乱臣贼子通通给朕拿下！是，谁敢动？既然也撕破脸，别怪儿臣不孝了。众将士听令，老昏君秦风已被妖人代替，大殿之上乃是冒牌货，给我杀！诛杀叛逆！逆子，你真要一条道走到黑吗？现在束手就擒，朕还能给你留一个全尸。束手就擒？哼！儿臣有3000御林军，你就算有大宗师修为又如何？能杀光这3000人？没错，陛下，就算您有些武力，俺在千军万马之前，区武力不值一提，3000铁骑足以把你踏成肉泥。3000铁骑，就你这些土鸡瓦狗也称得上是铁骑？睁大你们的狗眼，给朕看好了！玄甲兵符，那是玄甲兵符。当年太祖皇帝横扫6合，一统八荒，靠的就是这玄甲兵符之下的8000玄甲铁骑呀！玄甲铁骑，号称天下无双，攻无不克。当年我大元朝10万大军，被这8000铁骑一次冲锋，就冲得七零八落。这老昏君手里居然有这种杀气！哎呀，我说你这个老昏君，你是疯了吗？啊，拿出300年前的老古董过来忽悠我们！你知不知道玄甲铁骑那是300年前的军队，他们如今早就变成骨头变成灰了。难不成你要到阴曹地府把这群鬼给请出来？就是，还玄甲铁骑？我看你那个破铁牌在那装神弄鬼。现在国库连个耗子都养不起，你拿什么去养一支天下无敌的部队？朕既然能掏出兵符，便能调出铁骑。一国之君的底蕴，岂是你们这些鼠辈能够窥探的？行了，老东西，你别演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马上跪下写退位诏书，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一次选择死的机会。若是还不投降，我就血洗宫廷，让这一个个部下都来为你陪葬。好一个血洗皇宫！既然你们找死，那朕成全你们。玄甲军何在？替朕清君侧。哪儿呢？人呢？我怎么没看见呢？啊，估计他们还在坟堆里没爬出来呢。玄甲在哪儿呢？儿臣伸长脖子等着他们清君侧呢。既然没人来，那儿臣就送你去阎罗殿，找你玄甲铁骑吧。皇上，弄死他！谁敢动陛下，杀无赦！玄甲军救驾来迟，请陛下恕罪。真的有玄甲铁骑？这怎么可能？你这个老昏君，还有什么底牌？老臣输了，彻底输了！天降神兵，陛下万岁，大千万岁！我还在城外部署了5000精兵，但他们在这8000玄甲面前，简直就是笑话。御林军，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玄甲军听令，
把这些叛臣贼子给朕拿下！是。皇上，别动！皇上饶命，儿臣只是一时糊涂啊！陛下，陛下，一日夫妻百日恩呐，求您放过我们吧！叛逆大罪，其罪当诛，拉下去，诛九族。陛下，你以为你赢了吗？还没完呢！老夫今日进宫之前，就给边关发了道密旨，以你的名义赐死太子。你说什么？3次时间，今晚就能到。当太子知道你要谋害他，加上多年前你把他的亲生母亲驱逐出宫，手里拥有20万大军的他会这么做。老夫在黄泉路上等你。想死没那么容易，就让你这么死了，太便宜你了。朕还要让你亲眼看见朕是如何平定天下，再创盛世，然后在百姓面前将你凌迟处死，千刀万剐。带下去。皇上，皇上，快走！皇上饶命啊！朕累了，退朝。2位爱妃留下。陛下，这个时候不应该商量一下太子之事吗？怎么留2个妃子呢？急什么？朕累了半天了，不得安抚安抚受惊的爱妃啊！陛下辛苦了，臣妾给你按腿。真是便宜你这个老昏君了。后边看戏的观众，这戏也看完了，出来吧。这昏君竟然发现我了！昏君居然被你发现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我奉劝你不要碰我，城内还有5000人马，若我回不去，他们必鱼死网破。哦，是吗？小姐，属下无能，谋反作乱都是属下一人的主意，与小姐无关，请陛下放过我家小姐。哟，看来你这前朝公主还有不少死忠嘛。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朕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了。陛下当真是高深莫测，前朝余孽人人得而诛之。我知道我活不久了，但我宁愿一死，换我5000兄弟的性命。朕怎么舍得让你死呢？啊？传令下去，赦免城外5000复国军。啊，顺便把那些前朝余孽统统既往不咎了。去吧。是。陛下宽宏大量，真乃明君之风。换做狼王，别说前朝余孽，就是普通叛贼都要夷3族。陛下，朕就如此放过了？朕不怕，只要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那就算这龙椅让你坐，你坐得稳吗？比如就像现在，这龙椅你坐得舒服吗？这龙椅硬得很，别碰我。哎，朕倒放了你所有人，你不得表示表示啊？你还想做什么？朕本来只是想好好疼爱妃呀。龙椅不够硬，朕还有更硬的呢。你看，这龙椅也做了，龙袍也穿了，昨天晚上还和朕这狗皇帝血战了1晚上。爱妃，你这复国大业也算完成了。你无耻！朕当然得无耻了。要想当千古明君，不仅得有正气凛然的一面，也得有卑鄙无耻的一面。我要复国，只因他是昏君。若他是明君，这天下在他手中，又有何不可？或许他真能成为千古一帝，开创前所未有的盛世也说不定。恭喜宿主获得前朝公主叶明雪的好感，
好感度加40，奖励神级医术逆天9针。逆天9针，就是传说中那个能活死人、肉白骨、修炼到最高境界，甚至能让人逆转阴阳、返老还童的逆天9针。这逆天神针果然逆天，不仅能逆转生死，还能逆转阴阳。就算朕没有恢复年少，扎几针也能返老还童了。而且有了这门神级医术，以后朕的妃子们也能跟朕一样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了。秦风，你不仅放逐我母后，害她生死不明，如今还要杀我！好得很！传我将令，全军开拔，随我入京，诛杀昏君，不论反正，替天行道。是，陛下，太子引兵20万入京擒王，沿途守将无一敢挡，势如破竹，恐怕再过3日就要兵临城下了。太子竟然将这假圣旨当了真，比起朕屁股底下的皇位，他更想要的是朕的命啊！陛下分析的有理，太子并非像秦元3皇子那样野心勃勃，他之所以起兵造反，只因对您恨之入骨。是啊，当年您1天之内下达了3道圣旨，先是废了先皇后的位分，将其打入冷宫，当晚更是直接将她与长公主一起赶出皇城，至今都下落不明。那可是太子的生母和妹妹啊，身为人子，又岂能不恨呢？后来您又将太子发落至苦寒之地，却留3皇子在此监国。恕臣妾直言，你这干的确实不像亲爹干的事儿。确实啊，朕当年确实混账了些。朕此生最对不起的，便是他们母子3人。哎，倘若能把失散在民间的皇后和长公主找回来，或许还有挽留的机会啊。若是真打起来，朕的玄甲铁军不怕他的漠北大军。可惜啊，父子兵戎相见，最后苦的还是百姓。陛下能有此心，是黎民百姓之福啊。可惜皇后和长公主被赶出宫10年了，杳无音讯，生死未知，恐怕早就凶多吉少了。陛下，臣妾早年负过心切，所以在民间也颇有一些眼线。刚巧就有慕容皇后娘娘的下落。她在哪儿？慕容皇后还活着，只是她带着长公主流浪乞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着实凄惨。皇后和长公主竟然沦落至此，原主这个老昏君真不是个东西。立刻派人去把皇后和长公主接回宫。是。不，朕要亲自去接。娘，快吃，还热乎着呢。宁儿，你吃，娘不饿。娘，您不吃，我们怎么等到哥哥回来？我们怎么盼到老昏君死的那天啊？不能这么说，那毕竟是你的父皇。听说了吗？太子殿下带着20万大军杀回来了，说是要清君侧，杀昏君呐！啊，狗皇帝昏庸无道，害得咱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只能卖儿卖女，沿街乞讨。如今啊，报应总算来了。哥要回来了，娘，你听到了吗？哥哥要回来了，我们终于熬出头了。那个狗皇帝对我们造下的孽，哥哥一定会百倍的偿还他的。娘，你怎么了？娘没事，你哥哥必定是太子
不行，娘一定要劝劝他，不能冲动。娘，不管这个老昏君什么下场，都是他咎由自取的，您就别管了。我带您看大夫去。哟，着急去哪儿啊？今天利钱交了吗？狗哥，我娘病重，能不能先欠着？欠着，在京城乞讨就得遵守我们丐帮的规矩，一天交3000银子，剩下的才是你们的。没钱，那就留下点别的东西。我求你了，我娘病重，我明天一定加倍还给你。我求你了，求你了！还敢废话？规矩就是规矩，一分都不能少。废后慕容嫣，慕容大学士之女，是太上皇给朕挑的新后。朕刚登基那几年，全靠她帮朕斗地，不仅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散尽家财帮朕赈灾，熬夜谋划边关战略，可谓文武兼备，贤良淑德。这个老昏君真是个牲口。慕容嫣不仅比孙皇后美貌10倍，而且贤良100倍。就因为孙氏这个贱人吹了几句枕边风，就把她给废了，这不纯纯傻逼吗？这不是。这次哪怕不是为了平太子之乱，朕也要把她接回来，弥补这个老昏君当年闯下的孽债。求求您了，让我娘去看病吧。礼钱我明天一定补齐，好不好？没钱，就算你把头磕烂了也没用。不过嘛，虽然你们脏是脏了点，但这小脸蛋长得挺不妖质。尤其是你娘，这把年纪了还风韵犹存，比那怡红院的花魁都他妈带劲儿啊！要是你们母女俩今晚把爷伺候舒服了，今天的钱不仅给你免了，老子还倒贴3000给你们母女看病，怎么样啊？啊？无耻！放肆！娘！只要你能救我娘，我舍了这身子，我也认了。宁儿，不能这么做。娘，你们听好了，吾乃大前皇后，我的女儿更是大前的长公主。你们这群无耻之徒，竟然敢打我们母女的主意，就不怕诛九族吗？皇后，你要是皇后，那老子就是玉皇大帝了。现在的皇后姓孙，还待在皇宫里享福呢。你个黄脸婆敢冒充皇后，哼，糊弄谁呢？老娘们儿，我看你是被门外的冷风冻傻了吧？来，哥给你暖暖身子啊，清醒清醒。吾乃皇后，母仪天下，谁敢动我？你一个连3000都讨不到的老乞丐婆，还敢在这里说自己是皇后？老子当乞丐当了这么多年，宫外的妓子玩过不少，这宫里的千金却只能远观。今天正好开阳荤，尝尝这皇后公主的滋味喽！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要干你了！兄弟们，给我上！今天咱们给那老昏君做一回连襟和赘婿了！来，住手！妈的，急什么？等我先把这老娘们给玩了，等会儿到你。陛下，情报显示娘娘和公主藏身在那座破庙。不好，皇后和公主有难，快去救人！谁敢动朕的妻女，杀无赦！是。看你这把年纪了，该有的都有，比你那没开包的女儿可带劲多了。这么多年在外面流浪，还没有体验过男人的滋味吧？今天
我就让你重回洞房花烛夜。别过来！皇帝虽对我不仁，但我终究是他发妻，无论如何，我也要为他忠贞守节。我慕容燕宁死，也不施舍给你们这些乞丐。想死没那么容易，给老子按住他！千里马哪怕老了，也照样带劲。等老子玩完了，这匹老烈马就赏给你们骑。反抗有什么用啊？不要看我呀！笑。秦放，不怪你这老昏君，害得我们母子兄妹家破人亡。若有机会，我真想亲眼见到大哥踏破皇城，与你共命。放开他们，否则灭你九族！哟，哪儿来的贵公子啊？怎么，青楼花魁玩腻了，对这老乞丐婆也感兴趣，想来分一杯羹？张嘴！别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像是年轻时的陛下。不，这气场，这霸气，这英姿，岂是年轻的秦风能拥有的？全部都剁手剁脚，扔进护城河喂鱼！遵命。来人，你别动我们！你别了！我别动！快点的吧！我爹是丐帮帮主，快点！我是少帮主。你要是敢动我，你信不信我丐帮10万帮众，一人一口唾沫都能碾死你？丐帮帮主，那是什么鼠辈？你可知你眼前之人是谁？他是谁？难道这位公子不仅风姿绝世，气度出尘，还透着一股帝王的气息，连大哥都比不上的？京城什么时候出这样的人物了？老子管你是谁，难不成还能是天王老子不成？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被这惨在脚下！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哼！95之尊，大前皇帝在此，冒犯皇后公主，论罪当诛9族，把他们带下去，连同这所谓的丐帮，都给我清理干净，一个不留。是，走。陛下，眼前之人真的是陛下？我是在做梦吗？这气度远超大哥的贵公子，竟然是我那个昏君爹！这老狗，怕不是练了什么采阴补阳的邪功，才返老还童的。以他的人品，绝对干得出这种卑劣之事。宁儿，燕儿，朕来晚了，这些年朕对不起你们。如今你们跟朕回宫吧，朕一定会好好弥补这10年的遗憾。松开你的脏手！你要是当真有心的话，当初就不应该将我母后赶出皇宫，更不该将哥哥发配漠北。宁儿，朕知道你恨朕，但如今朕已经浪子回头，真心想弥补你们。此情此性，至真至诚，天地共鉴。若朕有半句虚言，五雷轰顶，人神共诛。陛下，不可！娘，你不要被这老昏君的话给骗了。他根本就不是想弥补什么过错，他就是听说太子哥哥要攻打到皇城，想把我们接回去当人质，就想拿我娘当挡箭牌，好让哥哥退兵，保住自己的皇位，对不对？秦风，你这种卑鄙小人，你的鬼话我一句也不相信。宁儿，住口！这是你父皇，不得无礼。不，宁儿妈的没错，朕过去的所作所为，既没有资格做皇帝，更没有资格做父亲。
与丈夫，但朕今日来，不是为了皇位。以朕目前的实力，就算天下大乱，朕也有信心效仿太祖，一人一剑，重新打下这天下。朕来见你们，是因为朕不想一错再错。朕亏欠你，也亏欠太子。朕不想和太子刀兵相见，更不想见太子背负弑父杀君的千古骂名，铸成大错。陛下，臣妾愿意相信你。朕来晚了，让你们白白受了10年的苦，朕有罪。浪子回头，亡羊补牢，有违晚矣。你愿意弥补过错，是大千百姓之福。只是臣妾福薄，如今人老珠黄，病入膏肓，今生今世，怕是没法再服侍陛下了。燕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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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太医，太医，快给朕滚过来！陛下，怎么样？怎么样？陛下，娘娘心脉已断。陛下，娘娘她红了。娘，清风，是你害死了我娘。清风，等哥哥回来，我要他踏碎皇城，要他把你千刀万剐，给我娘陪葬。报，启禀陛下，驾！太子大军已兵临城下，他在阵前叫骂，让陛下交出皇后娘娘。他说，若是1个时辰内见不到活着的母后和妹妹，他便要攻破城门，血溅皇城，和陛下一决生死。朕还有逆天九针。燕儿，朕不会让你死，朕要让你活着，享受皇后应该有的尊荣，弥补这10年以来所有的过错。别装模作样了，现在人都死了，还来充什么神情？报！禀陛下，太子在门外叫阵，让陛下在沙漏漏尽之前交出皇后娘娘和长公主，否则将挥师踏平京城，血溅皇宫。老昏君啊，你也有今日。如今我大哥已经带着20万大军在城楼之下，等沙漏一尽，就是你的死期。到时候我要看着大哥将你碎尸万段，来祭奠我娘。燕儿不会死。接下来，朕要亲自出手，把他从燕王手中给朕夺回来。陛下，您悲伤过度，已经胡言乱语了。娘娘心脉断绝，大罗金仙也难救，请陛下节哀。不错，慕容皇后积劳成疾，身患肺痨、心疾、肝衰等8种绝症。常人得其一都活不过40，他能熬到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了。想救他，不只是治病，更是逆天改命，为他谋取寿元。这世间哪有这种医术？恐怕仙术才行啊！若不是嫁给你这个狗皇帝，我娘她怎么会得这么多病？要是她嫁给一个普通人，哪怕是乞丐，也能活个50、60。我娘的死都是你害的。朕愧对燕儿，如今正是弥补之际。医术，朕确实一窍不通，但仙术，朕却略懂一二。若朕使出逆天9针，可救燕儿否？逆天9针，逆天9针不仅可以活死人、肉白骨，
更可以逆天改命，返老还童。除了1000年前那位医道无双的逆天医圣，世间无人会使啊！这门医道神技确实堪比仙术，但据说早已失传1000年。据说当时医圣他只用了1次，就遭了天谴而死，这根本不可能传承下来。都说失传，朕看未必。朕刚好领悟了这门医道仙术。陛下，且不说这门医术已经失传，就算传下来，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学会的，起码也得是医术医理精通的大宗师才能施展吧。老臣曾听闻您年轻时为了求长生，吃了不少丹药，差点把自己吃得驾崩。所以说，陛下，您可是对医理一窍不通啊！不错，陛下，针灸之术10年小成，30年大成，50年方可称为宗师。逆天九针堪为医道巅峰，非医道者不可学。您就算再厉害，那也不可能一武双绝吧？上天必有大遣。朕昨晚做了一个梦，梦里梦到了逆天医圣显灵，他还亲手教了朕这套针法。今日朕必定能救回。你连做梦学的医术都要往我娘亲身上扎，你这是想让她死了都不得安宁吗？我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让你碰我娘一片一角的。沙漏快见了，太子马上就要攻打皇城，时间耽搁不起。淑宁，不得胡闹！跟我下去。天生异象啊！天仙异象，五雷轰顶。这逆天九针每次出针都是逆天而行，向老天爷抢命。这每一次施针都会引来天罚。如今天罚已现，雷霆轰鸣，难道说陛下真的会逆天九针？陛下当真是深不可测，不仅是武道大宗师，就连失传1000年的仙术都会，当真是一武双绝。但这逆天九针的代价太大了，毕竟逆天真命是和老天爷作对，是要被雷劈的。当年医圣施展逆天九针，虽然救活了他妻子，可他自己却死在了第9针的天雷之下呀！朕乃天子，口含天宪，就连老天爷也得给朕几分薄面。况且朕对嫣儿还有亏欠尚未弥补，就算让朕舍命相救，也在所不惜。假惺惺！慕容皇后的心脉竟然已经开始修复了。枯木逢春，死而转生，这难道就是逆天九针的威力吗？不可思议，完全不可思议！肺痨痊愈，心疾消散，肝肾复苏，这皇后的8种绝症正在以肉眼可见的修复治愈啊！这每一种病症都是药石无医的绝症啊！哪怕集我们太医院所有的力量，都做不到如此生死逆转。只有逆天九针，才有如此逆天神效啊！对对对，陛下真乃神人也！老臣在太医院钻研半辈子医道典籍，竟不如陛下做的一个梦学的医术，简直是白活了。哪里是做梦？
分明是陛下天资绝世，就连看一眼都能通晓古今绝学。换做旁人，哪怕是做10辈子的梦，也绝学不会这个技术。看他这样，似乎真是尽心尽力在救我娘亲。这最后一针，便能够起死回生。妍儿，今日朕就要把你救活，哪怕是鬼神也不能把你从朕身边夺走。是。哎呦！这是逆天雷法，陛下，快住手！千万不能再施针了。只要第9针落下，必遭五雷轰顶。任何人想要起死回生、逆天而行，都会遭这天谴的。陛下，您是万金之躯，可也是肉体凡胎，扛不住天雷的。陛下，您住手，不能再如此了。陛下，为了龙体，万万不可失真呐！万万不可呀！当年他把我们母女赶出皇宫，将娘亲的命当蝼蚁践踏。如今他为了救我娘，却连命都不要了。难道这老昏君真是诚心悔改？够了！朕刚刚说了，朕亏欠燕儿太多，就算是舍命相救，也在所不惜。而且，朕身负天命，还要带领大秦开创万世太平。就算老天爷不让，朕也要逆天而行。天命在我，就算是老天爷也没法奈何朕了。陛下真乃天命之子。这秦风大智大勇，更有天命加身，真是千古一帝呀！还好我及时回头了。娘娘有心跳了，娘娘活了，娘娘活了，活了！娘，是啊，娘，你醒醒啊！娘，你醒醒啊！娘，你醒醒啊！不是说逆天9针起死回生吗？怎么还没醒啊？为什么我娘醒不过来，如同死人一样？景风，你这个骗子！你不是说你能救回我娘吗？不应该啊！朕已经施展了逆天9针，况且嫣儿的生机已复，为何迟迟没醒？我想起来了，前朝古书有记载，逆天9针虽然能起死回生，但必须得配套一个特殊的手法，才能让病人彻底苏醒。啊！但这一步书上没写。什么？用完逆天9针之后，还要配合手法才能唤醒病人？这该死的系统，怎么没提示过？这手法外面的医书并没有记载，但这皇宫藏经阁里面的绝版医书里，说不定能有所记录。要不要臣妾去搜一搜？好。陛下，沙漏马上要见底儿了，太子的大军已经在集结攻城了。叶明雪，朕命你带领所有御医即刻前往藏经阁，寻找所有医书，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最后一步，给朕唤醒皇后。是，臣妾定不辱命。嫣儿，你放心，朕一定会将你复活。秦风，你这个老昏君，
在世70多年，你不仅没尽过当爹的责任、当丈夫的责任，更没尽过当皇帝的责任，根本不配为人。众将士听令，杀戮已尽，随故踏平皇城，引回母后尸骨，还这大秦百姓一个朗朗乾坤。杀！攻城！是。逆子，胆敢造次！你是何人？逆子，见了父皇都不认识了。秦风那老昏君，年老昏聩，被酒色掏空了身体，怎么可能是你这般少年英武？那老昏君不敢见我，拿你来顶雷。他人呢？大哥，他就是那个老昏君本尊。这不可能！秦风不是7老80了吗？早就行将就木，怎么可能比我还年轻？朕年轻时确实犯了不少错，朕愧对百姓，愧对大秦，但是老天爷给了朕弥补的机会，让朕重回青春，再造大秦。逆子，快放下武器，不要铸成大错！大哥，你别听他胡说，这老昏君不知道从哪儿修了什么邪功，竟然返老还童了，真是老天不长眼。确实是老天无眼，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竟让你这个祸国殃民之辈遗臭万年。不过今日我20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你为祸苍生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朕不怕你20万大军，但父子为敌，苦的是百姓。皇儿，回头吧。回头？我呸！如今我20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你拿什么跟我斗？现在沙漏已尽，我却没见到我母后，你就等着我血洗皇城，砍你项上人头吧！皇儿，不可造次，你母后已经来了。母后，真的是母后。母后，你醒醒，皇儿回来了。母后，母后为何昏睡不醒？大哥，都是因为他，这个老昏君，他用妖法把娘害成了活死人，他再也醒不过来了。秦风，你害得我母后生死不明，如今还敢拿他来羞辱我！你母后久病初愈，如今只是沉睡，朕已经派人去寻找唤醒之法，你们稍等片刻。片刻？哼，谁不知道成了活死人就是一辈子生不如死？不错，大哥，他就是想见娘来拖延时间，好调动京城的部队来反击。放心，我绝不会信他的鬼话。秦风，今天谁也救不了你！全军听令，给我血洗皇宫，斩杀昏君，替天行道！杀！外面怎么回事？启禀丞相，是太子殿下的20万大军已经把皇城包围的水泄不通了。太好了，这个老昏君纵然有3头6臂，也挡不住这20万大军。等太子把那老东西剁成肉泥，我就可以从这儿逃出去了。有的是时间东山再起。全军听令，给我血洗皇宫，斩杀昏君，替天行道！杀了他！就凭他们，还杀不了朕。退！这就是刚气护体，一人之力硬汉千军。你已经达到了宗师修为。朕说过，不想让你铸成大错，退兵吧。退兵？你害我母后生死不明，如今想让我退兵？今日我就算拼光这20万大军，
也要让你血债血偿。陛下，陛下，明妃娘娘找到法子唤醒皇后娘娘了。只要在子时3刻以纯阳真气为病人渡气，就能唤醒逆天九针的病人。距离子时3刻还差1炷香的时间。皇儿，不可再造次。等到子时3刻，朕便能唤醒你母。又是这种骗人的鬼话！老昏君，你把我当3岁小孩了吗？君无戏言，你若不信，朕便与你打一个赌。倘若子时3刻，朕没能唤醒你母后，朕任凭你处置。好啊，若我母后没有醒过来，我要你自裁以谢天下，你敢答应吗？有何不敢？若朕唤醒了你母后，朕也不与你个孩子多计较，只需你带着20万兵马给朕跪下谢罪。好，既是你自寻死路，那我就给你1炷香的时间。如果1炷香之后，我母后还没有醒过来，我要你自裁谢罪。放心，你母后一定会醒。大哥，你真信这老昏君的鬼话？自古以来就没有哪个医者能让活死人醒来的，他就是在拖延时间。我当然知道，可这毕竟是咱们的母后，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我们也应该把握住它。再说，我早已暗中传军令，已令20万大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哪怕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这老昏君不管耍什么手段，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子时3刻已到。秦风，时间已到，我母后还没有醒过来，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早就说了，这个老东西就是个骗子。大哥，快杀了他，给母后报仇。急什么？还需最后一步。要想唤醒逆天九针的患者，必须以纯阳真气口对口渡入，方能激活生机。住手！救人要紧，不得耽搁。你这个老色鬼，你把我娘害成活死人还不够，还要玷污她的清白之身吗？秦风，你敢辱我母后，我必杀你！秦风，你敢辱我母后，就算把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恨！去死吧，昏君！逆子！皇儿，住手！妍儿，你醒了。陛下，张儿，你疯了！他可是你父皇，你怎可杀他？母后，你真的醒了，还变得这么年轻。这怎么可能？这老昏君竟然没骗我们，他不仅救了母后，还让她年轻了整整20岁。若不是你父皇以命换命，施展逆天九针，娘早就死了。你们怎可恩将仇报？母后，是他害得你和妹妹流离失所，又把我发配边关苦寒之地，这一切是他造的孽，这一刀就是他该受的罪。逆子，你……妍儿，皇儿说的没错，这一刀是朕欠你们的。如今，朕正在赎罪。朕发誓，将来朕会以千古一帝的身份还清所有的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信你能改。你若是还不信的话，朕便再与你打一个赌。这把刀你留好，给朕3年时间。3年之后，朕若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不能让大钱天下太平。你就用这把刀扎进朕的心窝子，朕绝不还手。恭喜宿主救活慕容皇后，偿还原主罪孽，获得慕容皇后好感度加100，奖励修为突破，晋升武神。刚刚这是，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跪下向你们父皇请罪！不必。今日之事，乃太子一时意气用事，幸好未能铸成大错。尔等速速退回边关，镇守我大前疆土。朕继往不咎。声传千里，这就是传说中的武神境。没想到父皇竟然达到如此修为。父皇，儿臣一时糊涂，请父皇治罪。你对朕无罪，但你引兵入关，导致边关空虚，对国有罪。若想赎罪，便留下来，替朕分忧，替百姓谋福，替这江山社稷尽一个太子该尽的职责。儿臣遵旨。起来吧，你我父子之间的事算是了结了。接下来该清理一些垃圾，为我大前的盛世做准备了。丞相大人，不好了，太子降了！什么？降了？那个废物20万大军，他怎么能降了呢？我听说陛下修炼到了武神境界，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天下无敌。太子就算有再多的军队，也没辙呀。什么？那老昏君修炼到了武神境界？完了，彻底完了！不，我还有救。老昏君现在国库空虚，他要做明君需要白花花的银子。眼下我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他不仅不敢杀我，他还得求我。哎呀，陛下和太子来了啊！你们是来求我的吧？求人得有求人的态度。求你，我恨不得千刀万剐了你！赵元老贼，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会求到你头上。是吗？杀我容易，可陛下要做千古一帝，要改善民生，整顿军备，钱从哪儿来？我是个贪官不差，我贪的钱足够大钱用上10年。杀了我，那些金银珠宝就会烂在地底下，你的明君梦也就白做了。所以你们得乖乖的求着我把钱送到。哦，你有多少钱？还得让朕求你。陛下，如果你能放老臣一条生路的话，我愿意奉上3000万两白银。3000万两，那是国库5年的总收入。你这巨贪硕手，到底贪了多少民脂民膏？父皇，绝不能放过他。普天之下无官不贪，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罪过。你们想治理国家，就得指着我这个贪官往外掏钱。我的小金库藏得比前朝宝藏还隐秘，除了我，神仙都找不到。这样吧，你先把免死金牌给我，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否则，你1分钱也捞不着。哦呦，没有钱的支撑，大前皇朝不出3个月就得崩溃。好啊，要免死金牌的话，那就过来拿呀。父皇，你不会真的要放过他吧？你若真想重振朝纲，第一个就该杀他，为万民做表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你什么也干不成。这个年头啊，做昏君容易，吃喝玩乐他就行；做明君，你就得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填。所以，
你爹除了乖乖的求我，别无选择。免死金牌，快快拿来，先免罪，再和谈。免死金牌没，刀枪剑戟管够。父皇，你这是？你竟敢砍了我的手！你想不想要那3000万两白银了？要不是为了留着你当众凌迟，给百姓泄愤，朕刚刚那一刀砍的就是你的脑袋。好，有种你就砍了我脑袋，1分钱你都拿不到。到时候洪水来了，你没钱赈灾；蛮族来了，你没钱发军饷，你这个明君怎么当？等百姓揭竿而起，蛮族大军踏平皇城，我在阴曹地府，我等着看你的笑话！父皇，你太冲动了。虽然这老贼该死，但他手里的钱都是百姓的血汗钱啊，必须抠出来才能杀。这下把他惹急了，1分钱都收不回来，怎么办？听见了吧？你这个老东西，连你儿子都不如他懂事，你还怎么当明君呢？你竟然砍了我1只手！你要自断一臂，给我赔罪！老夫一高兴，说不定还能给你一点白银，要不然1个子儿也拿不到。老家伙，你简直无耻至极！我就无耻，怎么着了？你爹他比我更无耻。不过可惜啊，他脑子进水了，他想从昏君变成明君。呸！没钱，你连昏君都当不成，你只能当个白日做梦的傻子。说完了。说完了，赶紧自断一臂，要不然3000万两白银。抬上来。这箱子我怎么看着眼熟啊？眼熟是吧？来，打开。这不是我的金银珠宝吗？你怎么找到的？这是我的金佛，这是我藏的最深的传家宝啊！除了我，这个世上没人能找到它。你是怎么找到的啊？你是人还是鬼呀？别说你是大前天子，你就是玉皇大帝，你也不可能找到他们。我把这些金银珠宝藏在秦墓地下3层，连那些修建的工匠、搬运的家丁都让我给活埋了。这尊金佛更是我亲手埋进去的，除了我，神仙都找不到。你怎么找到的？父皇，这也太神奇了吧！你怎么会知道他陵墓里的秘密？我是穿越者，当然知道古人的秘密。前世看史书，赵渊是史上第1大贪官。500年后，他的墓被盗墓贼光顾了个底朝天，连裤衩子都被拔出来了，新闻联播都报了3天3夜，我能不知道？朕乃天命之子，既然上天让朕重振大秦，必然会赐下天机。在朕的天眼之下，你们这些鼠辈的藏宝洞无所遁形。你是妖孽，你是妖孽，天要亡我也！完了，完了！朕这回来就是要杀人诛心，朕要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来人，拖下去！明日午门千道万，快！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饶命啊！陛下，陛下饶命啊！陛下！少废话，走！我去了。父皇，这么多钱，您打算怎么处理？以前父皇有钱，就是修宫殿选妃子，这次只怕也会留一部分享受吧。全部交给你处理。给我？哪里有灾情，哪里需要军费，这些钱就花在哪里。朕只要一个结果，朕只求
民生改善，边关稳固，天下太平。但凡你敢乱花1文钱，朕唯你是问。儿臣定不负父皇重托。父皇现如今真乃尧舜在世，我大前忠心有望啊！哎，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朕也累了一天了，接下来这烂摊子交给你了。哎，父皇，您要去哪儿？可是要去御书房批奏折。现在天色已晚，龙体要紧，还是不要熬夜的好。谁要去批奏折了？朕要去后宫翻牌子了，累了一天了，不得享受享受？爱妃们可还等着朕深入交流呢。看来我夸早了。父皇现如今到底是昏君还是明君呢？昏君，本将军乃漠北先锋，今夜便代表狼王，先征伐了你这大前江山。哟，爱妃这是在和朕玩角色扮演吗？好一个漠北女将，只可惜这是朕的地盘，只有朕征伐别人的份儿。陛下赖皮，你是宗师，臣妾打不过。打不过，那就乖乖受罚。不好了，陛下！不好了，陛下！陛下，漠北800里加急战书。扫兴！拿过来。是。狼王得知我被陛下抢了，竟联合西域楼兰公主，率100万大军压境。陛下，是臣妾红颜祸水，这才给大前惹了大祸。臣妾这就修书一封，向狼王告罪，求他退兵。回信是得回，不过不是告罪，而是劝降。敢扫朕的雅兴，他要是不投降，朕端了他的郎庭。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朕懒得去御书房了，就在这儿写。爱妃，你替朕执笔。写，告诉那小狼崽子，写。陛下，轻点儿，字都写歪了。歪了，歪了才能体现出朕的气势。告诉他，要是不想死的话，就乖乖滚回老家喝马奶。否则的话，朕就要把他的狼脑袋割下来当球体。玉儿已经是陛下的形状了。狼王，你快投降吧，不然真的会被陛下灭掉的。欺人太甚，欺人太甚！这对狗男女竟敢如此羞辱本王！传令下去，连夜拔营，提前进宫，将这狗皇帝碎尸万段！狼王不可！狼王此时动怒，就正中了那老昏君的诡计。他就是故意激怒你，然后诱敌深入，好各个击破。你说怎么办？等我西域楼兰50万大军一到，你我100万联军会合，届时如泰山压顶，大前即刻倾倒，江山平分，岂不美哉？不错，公主言之有理。不过，不仅江山要分，美人我也要想。既然你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不如现在就让我……老王请自重。看看又如何？都说你戴斯公主是西域第1美人，楼兰国之花，本王可早就想见识见识呢。我的面纱只为意中人打开，狼王若想揭开，就等到大婚那晚再说吧。那何时才能大婚？等我们拿下大前，定都京城之日，就是大婚之时。装什么清高？等本王夺了大前，杀了那老昏君，将你和你的楼兰一举夺下，让你这楼兰公主夜夜侍寝，做我的胯下之奴。
不！陛下，漠北与西域楼兰结盟，号称100万大军，已逼近我边关了。父皇，儿臣愿领兵出征，为国捐躯。皇儿，你虽久镇边关，但却也未必能抵挡得住这100万虎狼。若儿臣都挡不住，那这朝中还有哪个能征善战之人能挡得住？当然是朕。这次朕打算御驾亲征。陛下，万万不可呀！陛下，万万不可呀！您乃万金之躯，好不容易重振朝纲，岂能立于危墙之下呀？正因我大秦沉疴已久，被外敌年年入寇，所以朕才想借此一战，打出朕的帝王声威，打出我大秦100年的脊梁。朕意已决。那父皇打算带多少兵马？需不需要儿臣从各地派兵前往？不必。朕带那8000玄甲铁骑足矣。8000对100万。朕走后，由太子监国。若朕没能回来，你便登基称帝。父皇，当年的父皇骄奢淫逸，惜命如金，而如今的父皇愿意为江山社稷死而后已，他真的变了。儿臣愿父皇一定平安回来，别让母后等你。放心，漠北狼王这种蛮夷宵小，只有被朕灭杀的份儿。你们备好庆功宴吧。言儿，朕明日就要出征了，今日正好与你道别。陛下，臣妾这次回来，发现您变了，变得臣妾都快不认识了。以前的那个他，做不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言儿，朕不管怎么变，都是这大秦的皇帝，更是你的丈夫。好好休息，静等朕的凯旋吧。陛下，这是要走吗？陛下，这是要走吗？实现臣妾的这具身体，曾经人老珠黄吗？怎么会？言儿一直都是这么风华绝代。陛下，臣妾恢复的不只是青春容貌，今夜让臣妾好好服侍你。放心。出发！报！老皇帝只带了8000铁骑，与我100万狼兵对阵。就带这几个人也敢来送死，这老昏君昏了头了吧？
他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吗？高王，你说谁昏了头了？老昏君，你要是没有昏了头，怎么敢一个人独闯我大营？有何不敢？若不是听过这老昏君的名号，我还真以为大前出了个风姿绝世的少年天子。就他，只不过练了一门邪功，让自己变年轻了。如何与我100万狼兵对客？来啊！谁能取了他的狗头，我封他做万户侯。这老东西的邪功既如此厉害，不仅变年轻了，还如此勇猛，简直是霸王在世。这就是传说中荒淫无道的老昏君，这般气概，这般武力，简直犹如天神下凡啊！看来传闻有误啊。不过再强也是一人，100万人马中取上将之首，我也能做到。大前皇帝，留下命来！哪来的小蝴蝶？人过来！你这野蝴蝶虽然漂亮，但也蜇人。走！戴斯，狗皇帝，留下我的未婚妻！来啊，全军出击，给我拿下这座边城！老王不可，那秦风实力深不可测，似乎已经达到宗师巅峰，不可小觑呀。是啊，如今敌方士气正旺，又即将入夜，贸然攻城，只怕将士们损失惨重啊！没用的东西！来人，给戴斯公主上茶。我是你的俘虏，你把我抓回来，既不杀我，也不睡我。我大前乃天朝上国，朕把戴斯公主请来是来做客的，又不是想压寨夫人。不过，你我两军再这么耗下去，想必会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也并非朕所愿。不如朕和公主打个赌，提前了结这战局，如何？本公主最爱赌博，不知道大前皇帝想赌什么？赌约很简单，朕现在把你放回去，等到明日子时，朕再亲自去你们100万大军中，再度将你擒拿。若是朕做不到，朕愿意把大前1半的江山当做败者的赌约送给你，如何？你疯了！今日我是没有防备才被你抓住，若我有防备，再加上100万大军的守护，就算是神仙也难进。你这是要白送我1半江山？朕的话一言九鼎。好，这个赌约我是稳赚不赔。说你赢了，想要什么？想要我退兵，还是想要我的命？太祖，朕想要你解下这面纱，让朕一睹芳容。就这？听闻戴斯公主是西域第1美人，倾国倾城，拿半壁江山换红颜一笑，朕觉得值。好狂妄的昏君！不过我喜欢你的狂妄，但是这个赌约我是赢定了。大前的半壁江山，本公主就笑纳了。明夜子时，你我再续，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送客。戴斯，你没事吧？那老东西没对你做什么吧？他有没有？狼王，注意你的言辞，我乃一国公主，不是你的私人物品。我是你的未婚夫，我只是关心你。那个老东西好色无度，你在他帐篷里待了那么久，谁知道？你是怕我被他玷污了，让你丢脸是吧？放心吧，大前皇帝对我秋毫无犯，彬彬有礼，比你这个满脑子龌龊的野人强多了。真的？信不信由你。不过他放我回来，跟我打了个赌。什么赌？他说明晚子时会在千军万马中再次擒拿我，输了
就送我大钱1半天下。赢了，只需要我摘下面纱即可。什么？一张破面纱就要赌半个天下？这是赤裸裸的羞辱！他是看不起本王的100万大军，还是觉得本王是个废物？不仅拿不下大钱，甚至连女人都护不住。本王夺他的江山，靠的是弯刀和铁骑，不需要靠女人去刷脸。你冲我吼什么？反正赌约已经立下了，明晚定胜负。好，既然老东西想死，我就成全他。今晚你就住在我这大帐里。不可能，你我尚未成婚，我怎么能住你的营帐？此事由不得你，这事事关天下。今晚本王将调集10万铁骑，在此团团围住，并且派2大宗师对你贴身保护。除非是大前武宗那样的武神降临，否则谁也带不走你。不用你操心，我自有安排。等等，既然如此，你也与我打个赌。若是今晚我护得住你，他丢了天下，明晚你就要摘下面罩，再次与我洞房。你无耻！我无耻？只要赢得了天下，手段不重要。今晚你就给我待在这儿，反正今晚你哪儿也去不了。赌？我懒得跟你赌。什么意思？你这10几万大军，就连围住我一个区区弱女子都要大动干戈，就这胆量还当狼王？我看连草原上的猎狗都不如。你滚出去！看到你就恶心。好，我猎狗不如。贱人，本来想给你留点体面，既然你给脸不要脸，就别怪本王心狠。今晚过后，老子先去宰了那个不知死活的老昏君，回来就把你给办了，生米煮成熟饭，将你的楼兰和大前天下，老子一口吞下。哼！传令，10万精锐狼兵把这座营帐给我围成铁桶，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去。2位宗师，随我一起守在门口。狼王放心，我2人是宗师高手，亲自守在门口，除了武神，无人能近身。很好，今晚不管是人是鬼，只要敢靠近营帐半步，杀无赦。是。大前狗皇帝，本王就在这儿等着。2大宗师10万精锐，就等着你来送死。糟了，狼王这个卑鄙小人，他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反观这老昏君，虽然传闻不堪，可是接触下来风度翩翩，更有王者气度。反观那狼王，表面豪迈，实则阴险狡诈。若让那狼王得逞，我楼兰必亡。就连与他合作，我也是与虎为谋。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长生天在上，千万别让他来。这里可是10万大军和3大宗师的包围圈，除非是武神降世，不然谁来都是死。秦风，你可千万别犯傻。美人是在担心朕吗？朕若是不来，又怎么能揭开你的面纱，一睹你的绝世容颜呢？你是怎么进来的？外面可是有10万大军，更有3位宗师高手啊！天地之大，上穷碧落下黄泉。朕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区区蛮夷，还奈何不了朕。你真是个疯子！但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配得上本公主。赌约时间到了，跟朕走吧。以朕的实力，无人可挡。跟朕回了皇宫之后，再揭下面纱，完成赌约。不用回皇宫了。怎么？你后悔了？不，是你赢了。你赢得了我的心。不愧是西域第一美人，果然倾国倾城。不必回皇宫，今夜就在这敌营之中，
让我做你的女人。子时已到，看来那狗皇帝是个缩头乌龟，根本不敢来。既然他不来，那就是我赢了。明天一早，我就把你娘们给办了。亲家，有人进去了！别进来！我在练剑，不小心崴了脚。练剑崴了脚，狼王，戴斯公主也是武道高手，练剑怎么会崴了脚？这也太奇怪了。这娘们叫得这么浪，难道是故意勾引老子？不管了，只要大前皇帝没现身，就是我赢了。让那娘们自己折腾去吧。明天一早，我得连本带利一起收回来。一夜过去了，狗皇帝那个缩头乌龟果然没敢来，真是可惜啊！本王还想砍了他的脑袋呢。戴斯，是本王赢了，你就乖乖的从了本王，再跟着我一起去横扫大前吧。小美人，我来了。狼王，一大早的狗叫什么呀？谁说你赢了？狼王，你看看人家陛下，再看看你，不仅没有王者风范，甚至都不够爷们儿。陛下敢孤身闯营，视10万大军如无物，视宗师高手为猪狗，这才是真男人。你们，我宣布，我要退婚。我戴斯就算做大前皇帝的奴，也绝不做你漠北狼王的妻。奸夫淫妇，奸夫淫妇！2大宗师一起上，把这对狗男女给我剁成肉泥！哎，不就是睡了你老婆吗？一点风度都没有。我的手！这是什么邪法？10万狼兵，给我冲进来，踏平他们！是。人海战术对阵没用。武神金身开！金光护体，这是武神修为。达到武神境界，那便是人间真神，无人能敌。这千军万马也奈何不了他。这老昏君竟达到了如此的修为。朕乃大前皇帝，天命加身，朕给你3息时间，立刻投降，否则朕必横扫漠北，踏平狼庭。本王降了，漠北降了。朕回来了。又带回来一个我们的闺蜜。漠北一降，100年边患被朕一扫而空。传朕旨意，大赦天下，举国同庆3天。朕要与万民同乐。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集市都快过了，父皇怎么还不到场？母后也不到场，这上位大典，太上皇不到场，我怎么登基呀？殿下，殿下，太上皇说了，他有急事来不了了，让您自己看着办。急事？这天下太平20多年了，哪来的急事？
这老昏君肯定同母后和姨娘们在酒池肉林里胡闹呢。我还是他亲儿子吗？罢了，开始大典吧。是。爱妃在哪儿？爱妃在哪儿？陛下，陛下，这边。别抓手，再来，再来。抓不到我们。哎呦，抓到了！让人看看是谁啊？哎呀，爱妃们，如今大前盛世已定，百姓富足，国泰民安。那你们说说，朕到底是一个千古明君呢，还是一个大昏君呀？陛下，当然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大昏君。好，说得好。那么接下来，朕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昏君本色。